这个酒井美惠子，1908年生于满洲里，父亲是外交官，他现在是关东军特高课的少佐，曾经参与过9·18的策划。哼，这个女人果然是不简单呀。当然了，土肥原贤二一手带出来的高足嘛，他这个时候来上海绝不会是偶然的，至少日军在加强他们的情报力度。又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啊！怎么了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欧阳，我这次回来，除了要和你们几个人会合之外，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什么事儿？哼，你知道当年我为什么要去东京吗？你当时的解释是想散散心，因为那个时期你很不顺利，和高寒分手，和你父亲反目，和戴笠翻脸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。当年我去东京，表面上是国防部和外交部派去的武官人员，但实际上，我接受了一项最高层的秘密任务，追踪一个叫竹内云子的日本女人。竹内云子，这名字听起来好耳熟啊！也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，号称帝国的间谍之花。那后来进展的怎么样？我苦苦追了她3年，可连她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。为此，姓戴的指着鼻子骂我无能啊！我也知趣儿，索性就辞职了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件事情就像一块石头一直压着我，让我时刻感受到作为一名中国军人和职业特工的耻辱。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啊！小撒，参りました。我告诉过你，作为一名间谍，从你踏上这块土地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必须说中国话，包括在梦里。对不起，长官。你居然穿这样漂亮的和服来见我只是想让你见到我开心一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更担心你的脑袋。小美人儿，不是让你盯着南京那边？南京太热了，我想到上海来吹吹风。你这样会让你父亲失望。他把你交给土肥原先生，是希望你成为帝国名副其实的间谍之花。间谍之花，这话听起来真的让人激动不已。可我不敢挑战您的荣誉啊，长官。我老了，要凋谢了。这个舞台是给你们年轻人预备的。云子，好好干，你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。日后还要靠长官多栽培。云子，我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吧？哦，到了那边，有事随时跟我联系。
我们的云子还是这么漂亮啊，难怪姓黄的父子2代人都那么舍不得放下你。可是长官，我觉得你对我好像过于慷慨了。帝国和天皇陛下是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。我不敢期望过高，我是在想，只要长官能够记得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云子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自己回去吧。你不送我上火车吗？云子，你要知道，我的岗位是这里，野川丸。我希望你把活干得漂亮一点，宝贝儿。你喊我宝贝儿，谢谢你，长官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我刚才去了冯先生那里，他说日本领事馆正在秘密地进行撤侨。撤侨？撤侨是交战前的惯例，看来日本人真的要动手了。这是刚刚截获的，日军第3司令官长谷川清给东京派的急电，要求速派600名建筑工人来沪。来那么多建筑工人干什么？恐怕是为了赶住机场，以应战时之需吧。智博，你明天负责把这件事情核实清楚。好。现在我们要趁敌人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华北之际，于8月上旬率先在上海布防，尤其要一举歼灭日本海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舰、船只以及海军陆战队，将未来的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。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，我命令从即日起，海军在最狭窄的江阴要塞实行火力封锁，扣留所有日方舰船，设置水雷，使日军海上的攻击体系彻底瘫痪。阿黄，雅轩，你怎么才到啊？这么急着约我出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哎，假正经。为什么不使用电台联系？电台坏了，来不及修。你穿男装倒是很英俊啊，不过穿长衫别忘了系这个扣子。你知道我是不喜欢穿男装的。云子，立刻用密码给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发报，让他们于8月7日之前通过江阴防线撤到公海上来。是。慢。啊？情况如此紧急，你为什么要优柔寡断？
他们拿走了本应该属于我的宝贝艾格玛，现在我们就不得不防了。云子，先发这样一条电文。有什么新的情况？高寒，你看，日本人好像有些不太对劲儿。通知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收到此电文后，做例行的检修，以迎接长官的来访。南一号迅速返回公海待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看看这个。哎，这南云号是日本第3舰队的一艘小型护卫舰，平时在江阴要塞停泊，怎么突然让其调进公海？该不会是要打仗吧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哎，你看看，这是一条奇怪的情报。长江流域的日本船只至少有30艘，那位可能来访的长官跑得过来吗？为什么不明确指出他将要访问的是哪一艘呢？再者，作为小型护卫舰的南云号一般是随大舰而动的，怎么单独行动呢？这不合常理。那为什么要发出这样一条电文呢？大姐，我觉得敌人是在试探性的发报，这种反侦察的手法在密码战中是有过先例的。高寒分析的没错，这是对手的试探，是佯动。因为密码机在我们手里，他们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有破译他们密码的能力。好狡猾呀！那我们就不予理睬。啊？江阴要塞有什么动静吗？一切很平静，南云号顺利通过，已经2个小时过去了。哼，这么说，那些人暂时还不会玩所谓的艾格玛密码机了。是，眼下就连德国人还处在对艾格玛的研究当中，我想那些人根本就不会玩。云子，使用同一套密码，给他们发报。电文如下：前电撤销，帝国海军第3舰队、海军陆战队以及停泊在长江流域的日本商船，务必在8月7日之前闯过江阴防线，撤回公海。好家伙，跟咱们玩起捉迷藏来了。可不是，这个情报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连夜赶到南京去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对不起，这只能怪小姐你太漂亮。谢谢。先生，你是？哦，我是刚来的。怪不得我没见过你。小姐对这里很熟悉。那当然了，我是这里的女招待，姓廖。那幸会了，廖小姐。这么说，马先生是个买卖人了？算是吧。可是据我所知，这地方不接待买卖人啊。那得看是什么样的买卖人。那马先生是做什么买卖的呢？这个嘛，
商场上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和女人谈买卖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。马先生真会抬举人，我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女招待。小廖，你的电话。哎，来了。马先生，再会。再会。这么时髦的女人，手里却拿着一顶男人的礼帽。云飞，云飞，嗯？干嘛？你是打算跟我回上海呢，还是留在这世外桃源里尽情逍遥？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明天回上海吗？我看你是被什么东西绊住了吧？我被什么绊住了？这次放心好了啊，全包在我身上啊！先生，你的酒。哟，这位小姐，小姐好漂亮啊！喝酒不老实会噎着的。小廖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啊？说是你姨父。哦，那我去取就来。哦，姨父，什么事儿？夏泉，你姨妈的病啊加重了，很危险吗？特别危险。你不该来这里。情况紧急，我只能来。这里说话不安全，走。哦。你说。啊，是这样，酒井少佐很着急，因为你有段时间没有跟他联系了，让我问问你到底怎么回事。电台没修好，少佐要你在上海跟他见面，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。这是我的住址，把电台送到我那儿修理。我知道了，告诉他我会多加小心的。哦，另外，根据我们的情报，已经有人在跟踪你了。嗯，你要特别小心才是。跟踪我？对，还是小心为上啊！我先走了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跟踪我。我担心的不是我们的军队，而是我们的装备。先生，这毕竟是一场战争嘛。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，也更加艰巨了。这边，请向你的几位朋友转达我的问候。斗争形势越来越复杂了，我们的联络方式也需要进行调整。嗯。哎，今天几号了？8月13号。那么我们下次联络的时间。现在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进入上海了，我总算又可以穿上这漂亮的和服来见你了。真美啊，好一个灯火辉煌的夜。云子，我今天特地请你来，就是让你欣赏这灯火辉煌的景色。能和你一起欣赏这动人的夜晚，我深感荣幸。好好欣赏欣赏这景色吧。等你下次回来，我们就不会缩在这条破船上了。我会在国际饭店的最高层西餐厅为你接风洗尘。我不要你为我接风洗尘，我只要你陪着我，就像现在这样。
说什么蠢？昨天还……难道你不喜欢我身上的香水味吗？这可是正宗的巴黎货。巴黎，上海这个东方的巴黎，现在不就在你的眼前？是啊，只可惜没有音乐。难道这样的音乐你还不满意吗？中国的军队真是不堪一击，过不了几天，上海就会落到我们手里了。岂只是区区一个上，到时候，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。能和你一起参加这场伟大的圣战，我真是太激动了。云子，过2天，你又得把这身漂亮的和服换下来。为什么？你这次返回南京，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你。什么任务？我想要一个人的脑袋。先生，请。先生，走。小姐，再来杯酒。廖小姐。哟，马先生。真想不到，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嗯。哎，我能请你喝一杯吗？对不起，我在工作。啊，是我糊涂，打扰了。廖小姐，几点下班？我等你。不好意思，今天晚上我有事儿。马先生，你的手可够快的。是这样，我胃不舒服，就先回来了。依我看，你的病好像不在胃。我真的是胃不舒服。哎，不信你给我号号。啊？中国有句古话，想必您应该知道。什么？狗改不了吃屎。哎，高寒，云飞，你来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哦，好。这么说，戴笠那边你是一口回绝了？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也好，这帮家伙不好缠。云飞，看来我们还得在南京住上几天。你还是抽空回苏州看看吧。不，我不能就这么回去。哎呀，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你不要那么计较。对了，欧阳，那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。我想知道他的背景。廖雅泉？对，就是那天我跟他说话的那个。你不会怀疑他就是那个你苦练了3年的相好吧？我还真就这么认为，凭我的直觉。行，我来安排。哎，别跟高寒说，他这人小心眼儿。黄秘书，我们直接回家吗？哎，在前面那个门口停一下，我要买包烟。明白。等一下啊，老板，来包烟。啊，你要什么？来包海大门的吧。有锡纸包的吗？锡纸包的卖没了，只有大前门的有。
那就来报大前门吧。好嘞。走。 8月23日，日军增援部队在空中优势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，在川沙、狮子山、吴淞一带强行登陆，并向吴淞、宝山、罗店、蓟河一线发起进攻。8月31日，攻克吴淞炮台，吴淞镇失守。次日，狮子林炮台也被攻占。9月5日，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，掩护陆军向宝山发起进攻。 我守卫宝山的第18路军583团第3营，在营长姚子清的率领下，与日军拼死作战，奋战2天2夜，全营500多名将士全部阵亡，宝山失守。失守。这些天，在我耳朵里出现频率最高的。 只有2个字：失守。通知张文拔，为了鼓舞我将士之士气，令国人之振奋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明天亲临前线视察。 魏佐，上海战事吃紧，是不是？谁也不许阻拦我。既然魏佐已经决定，我看大家还是考虑一下前往前线的路径，因为这一带已被日军所控制，我们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啊！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，明天上午。 英国大使许格森要去上海，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。英国虽然是中立国，但对日本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行径很反感。我想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委座还是搭乘英国使馆的车比较好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这件事是最高机密。 如有泄露，严惩不贷。几点？你要打听的那个人，明天上午要去上海，早饭后，大概是9点钟。接着说。临近上海，大概是下午6点钟左右。车前有英国国旗，车身上有标志。要找的人就在车上面。准确吗？这个消息绝对准确。
这是特高课对你的酬金。好吧，我在这里下车。老鹰飞出，老鹰飞出，计划9小时后进入嘉定地区。雨过天晴，天气真是太好了。简直是疯了！他们难道没有看清楚大英帝国的旗帜吗？我天，他们干什么？哎，小亮，你来啦！来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姨妈的病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啊。啊，难怪今天这么开心呢。哦，今天上午啊，有先生找你。找我？谁啊？对啊，好像就是308房间的客人，喜欢穿格子衬衫的那个。啊，是他呀。哎，我看他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他还挺关心你的嘛，还问你姨妈住哪儿呢。哪有啊？你别瞎说了。其实小廖啊，你也不小了，这年头啊，女人该找个靠山。小廖，电话。哎，来了。哎，给我吧。谢谢啊。喂，你说。老鹰飞了。来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向日本皇军提供假情报！什么假情报？我对你从来都是真心的呀。姓蒋的根本就没坐那趟车。怎么会呢？我明明是听得清清楚楚的呀。现在非但没有除掉姓蒋的，还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抗议，都是你这个蠢货干的事儿。不会吧？哎，雅泉，我不是廖雅泉。你不是？那你是？我是竹内云子。现在我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该清楚了吧？我知道了。我原本以为只是跟日本人做交易，然后我们就远走高飞，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的间谍之花。可我要的不是什么传说，我的老师是鼎鼎大名的土肥原贤二。我要在这场伟大的圣战中建功立业，可是我的梦想全被你给毁了。我实在是冤枉的。哎，小廖，啊不，云子，当时情况就是这么确定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，老蒋他突然就，也许是天不灭他呀。哼，天不灭他，就由我来灭他。皇军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下次再失败的话，就没这么简单了。玉子，你就饶了我吧，这事太难了。怎么，想金盆洗手了？不，我们认识的时间也不算短了，你为我办了哪些事儿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要是把你这些事儿告诉你的老同学戴雨农，
你觉得他会怎么对付你？哦，还有，你那个在外交部当科长的宝贝儿子，我想他身上也未必干净。你呀，真是个淘气的孩子。你想干嘛呀？没什么，我只不过想把这朵花献给小姐。我不需要。哎，廖小姐怎么不高兴了？是你太客气了，我消受不起啊。哎，廖小姐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像你这种美，哎，虽然见到您是一种巧合，不过我更视为是一种缘分。其实，自从我见到您，就被您的美貌所倾倒，只是一直没有勇气接近。但你还是接近了。是啊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我虽然算不上什么英雄，但是廖小姐一定称得上是美女。你还挺会恭维女人的。哼，是会恭维漂亮的女人。今天晚上能请廖小姐听一场昆曲吗？好吗？我不喜欢昆曲。对，我忘了，廖小姐是唱文明戏的。不过《牡丹亭》里看牡丹，应该是人生最大的乐事。对不起，我姨妈病了。哦，那真不巧。但愿廖小姐不是推辞吧？确实如此，不过我还要谢谢你的抬举。那明天呢？明天的事情还不好说。我会一直等，等到廖小姐有时间为止。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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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美丽的明天啊！雨诺，这次我的行程暴露，再次证明了我们内部隐藏了奸细。是啊，而且问题一定出现在高层，他们想要我蒋某人的脑袋，我死不足惜。可这件事情关系着党国的存亡，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学生绝不辜负校长的栽培。戴笠同意了我们的判断。这是参加几次最高军事会议人员的名单以及个人的背景资料。汪精卫、白崇禧、何应钦、顾祝同，都是大人物啊。他们不至于来插手这件事儿吧？难说，从前不也都是草头王吗？从逻辑上看，最高作战计划的参与者都应该排除，因为没有泄露的必要。哎，这个字儿念什么？俊。读半遍。你没蒙我？我蒙你干嘛？真的读俊，黄俊。这个黄俊是干什么呢？他是汪精卫的主任秘书，戴笠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的同班同学。这就是黄俊呢。黄俊，字秋月，福建侯官人。黄俊从日本留学回来，曾经在北洋政府任过职，后来还是戴雨农亲自把他推荐给了汪精卫做机要秘书，很受信任。
这几次最高军事会议都是由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黄俊担任记录的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个人不简单。其实最值得怀疑的是汪精卫，老蒋一死，汪精卫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总统了。这倒也有道理。马云飞，这是要干嘛去？今天是周末，军官俱乐部按惯例举行舞会。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都什么时候了还舞会？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虽然是战争时期，必要的放松还是需要的。哼。Got a jet-propelled hopper with a magic ray. Yes, I've got a jet-propelled hopper with a magic ray. 这些日子我好想你啊，亚泉。那你老爸不会生气？这是我自己的事。先上请。Now when he gets started, there's nothing left to keep. All your love will explode when he turns on the heat. Things like a rocket. 亚泉，你有没有想过啊？请。跟小廖跳舞的那个男人，好像很眼熟啊。他呀，你不认识他呀？他可是外交部的黄科长。就这么一个科长，能活得这么滋润？科长算什么？还不是靠着他爹。他爹？他爹可是大名鼎鼎的黄俊，黄秋月呀。汪主席的主任秘书，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呢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这个小廖和他们一家人的关系很不一般了。可不是嘛？据说呀，那不乱套了？这可都是外面传说的，你可别瞎说啊！说曹操，曹操到，人来了。啊！哎呦，你也来，你也在啊！你爸爸来了。是不是啊？黄秘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黄秘书，怎么才来啊？有点事，耽误了。啊，来这边请吧。先后2件事情都发生在24小时之内，这样一般人是很难做出反应。问题肯定出现在最高层，而黄俊是有可能接触到最高机密的人，而他们父子都跟这个叫廖雅泉的女招待有关系。而更为奇怪的是，他们2个人都戴过同样款式的紫色礼帽。8、9月的南京已经是高温季节，居然还戴着礼帽。我也觉得很反常。博洋，我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和你想象中的竹内云子有着惊人的一致。我只凭直觉。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再见。中国女人欠身行礼，双手是不会放在膝盖上。
这是日本女人的做派。盯死他！喂，你好，是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件事情你暂时不要告诉老吴。我知道。既然黄俊是戴笠一手宝剑的人，仅凭现在这点证据，很难说服信贷的，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。欧阳，凭我的直觉，这黄俊和廖雅全肯定有问题。哎，对了，冯先生那边你还得帮我问问。没问题。是他吗？是。竟然化妆成一个男人。前面掉头。那个戴紫色礼帽的男人是谁啊？好像是个日本人。看样子他们是在等人。会是我们等的那个人吗？他会来。会的。对。看见了吗？会的。他不敢不来。云飞，你看。哎。这个杂种。我看清楚了，好像是日本大使须磨。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个情况很重要，我回去处理胶卷。我再拍一张。我走了，你小心点。阿黄，须磨先生的话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啊，明白了。这次我们可不能再失手了。我知道，就是有难度。经过上次的事故，老蒋的行踪也愈发诡秘了。没难度，我们会找你吗？另外，温泉招待所的那个男人身份查清楚了吗？还没有。这事儿要抓紧啊！我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根本就不像个商人。我看你也不必要太神经过敏了。不过敏就要人头落地。叔叔买冰棍吗？廖小姐，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了。学校今天搞文明戏，彩排。哦，那你一定演得很出色。其实我只不过是个跑龙套的。依廖小姐的条件，早晚能成为主角。我倒是希望着那一天。
在等人吗？哈，我在等一个朋友。哦，那又要走了吗？此话怎讲？我是说，像你们买卖人，总是不会在一个地方住很久的。不过，为了一睹廖小姐的芳容，以后这条路我会经常跑跑。那我真是受宠若惊。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得走了。请便。嗯。廖小姐，什么时候学校演出，一定要通知我，我一定会去捧场。只怕那个时候你已经不在了。欧阳，我有可能报复他。肯定吗？我的直觉是这样的。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，把那个女人和黄俊抓起来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我暂时就不能回去了。你必须回来。好，就这样。欧阳，出什么事了？云飞这次回来还带着一项秘密的任务，他在追踪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叫竹内云子，是土肥原贤二的高足。我在德国就听说过这个女人，被称作间谍之花。是啊，云飞追踪她已经3年了，可是没有一点线索。据冯先生那边讲，竹内云子已经潜伏在南京了。上回封锁江阴要塞的情报泄露，和这回老蒋的险些遇刺，极有可能都是经他手出去的。这么说，这个女人是个危险人物，那得想办法除了她。可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谁是竹内云子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回不去了？不，我不想就此罢休。我是为了帝国的利益和我的荣誉。所以说，我要抢在我的对手前面动手。今天晚上，我们找几个人？小廖。是啊，我知道，这个时候让云飞回来是很危险的。可是如果他不回来，就会惊动我们的对手，整个行动就会功亏一篑。他自作自受，谁让他见到漂亮女人就走不动了？对于暗中的对手，所谓暴露，完全属于双方的一种心理感受。现在竹内云子假设这个廖雅全就是的，并非知道我们的企图，顶多也就是一种怀疑，因此他未必就相信他自己暴露了。一个女人能干这样的活儿，心理上必然是自信而坚定的，绝不会轻易撒手。所以稳住她的最佳办法就是将错就错，以色攻色。我知道，眼下要云飞回来才是最重要的。我同意你的意见。现在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
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退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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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！来，退后，退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，都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一下，让开，让开，快快快，大哥，是。等一下，他还有救吗？抬走，抬走！啊，走吧！啊，找你哥干啥？啊！这怎么死了？起来吧。哎，我还真差点睡着了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在床底下猫了一宿。哎呀，还真有点犯困。怎么样，我的演技可以跟袁牧之有一拼吧？你别说，你小子不愧是千面王子啊，连死人都演上了。不过没咱们高寒小姐的化妆术，你恐怕也过不了这一关这了。话我爱听。哎，你们看啊，智博穿这身衣服还真帅啊！以前怎么没见过夫人呢？我刚随我的先生从英国回来。你先生？喏，就是那边那位先生。我先生是个买卖人，却不善交际。有您这样善于交际的夫人不就行了吗？须磨先生来中国之前是在哪里公干呀？我的经历就曲折了。1935年我在华盛顿任秘书，第2年去了加尔各答当领事，没干多久就到了南京。外交官的生涯真是很刺激啊！先生，里面请啊。抽烟啊，不会，谢谢。您是啊？我是大英轮船公司的商务代表。难怪我没见过您。第一次来南京吗？啊，我姥姥是南京人，可惜她已经去世了。李先生，这个时期恐怕买卖不好做吧？当然了，战争时期嘛。不过也要看怎么个做法。李先生不会想着发国难财吧？发国难财的人肯定是有，但我不是。我虽然加入了英国籍，但血管里流着的还是中国人的血。难得李先生有这片爱国之心，我敬你一杯。
明天上午8点，中央大学礼堂听重要演讲。去请云子小姐来一下。嗨。明天的事情务必成功，不得有任何闪失。是。这是你的工具，慢，不要轻易碰它，有毒，剧毒。哎，站住！哎，我是学院记者，我要找个合适的角度为园长拍照。到那边接受检查。去吧。今天我来中央大学，是想就当前的对日作战形势和同学们谈一谈。自从8月13日淞沪战役开展以来，日军从海上、空中、陆地向上海发起了轮番进攻。同学们，去年我对国民说过，一旦战事一开，就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但是，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放弃。不到最后的关头，我们绝不轻言牺牲。眼下淞沪会战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，同学们一定要识大体、悟大局，切不可计较一时之得失，不可计较日子短长，要以最大的恨、最大的忍耐去忍住会战。我们要以空间去争取时间，寻求国际社会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，这样才不至于亡国灭种，这样才能夺取抗战的最终胜利。放开我！同学们，放开我！大家的心情，把他给拉起来。我蒋友人非常理解。自淞沪会战以来，每天你没死，前线的将士，你还没死，我怎么可能先死呢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竹内银子，你觉得这演讲怎么样？战争的问题，切不可以。你们演了一出好戏。很遗憾，大家你大名鼎鼎的老师土肥原贤二，没能看到这精彩的一幕。一定要相信我蒋友人。今天我栽在你们手里，可明天的事情就不好说了。可惜啊，扭转战局之不利，你没有拯明天。救国民于水火。带走。如果我中华放开我！放开！妈！的最后关头，为了使这个故事有个完美的结局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冲锋陷阵，中国人。也在所带走。小廖啊，小廖，听说先是公司打成了很群了。小廖，王科长，恐怕你是再也见不到你的小廖了。老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？我跟你们复兴社从来不打交道。那这不就打上交道了吗？老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啊，带走。你们
走！你们快走！干什么？别动！你们不行是想干什么啊？放开我！快走！行事，马上就该叫军统局了。先生，您的包裹。你找谁呀？您就是黄先生是吧？您的包裹，请您在这儿签个字。在这签字？啊，就在您的名字下面。啊。您不想打开看看吗？别动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别动！还是打开看看吧，秋月兄。运动兄，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？你觉得我这是开玩笑吗？支开！这顶紫色礼帽，想必你不陌生吧？现在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运动兄，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们父子两人吧！啊！我真是瞎了眼。没有看清你这个败类！